哎，小伙伴们，看，第一次穿钉鞋的代价，右脚没事儿，看左脚这儿没有？这不是鞋里头，就是那鞋的那个边儿，这个地方，你们看，这儿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，有可能因为左脚在内道的原因，巨热已经湿透了。一会儿拿指甲刀把这皮绞掉就行了，反正现在穿拖鞋。来，小伙伴们，我们一起问个好。大家早，大家早，大家好。我们有小伙伴们，大家早了。3位小伙伴，你们看这位先生面熟吗？这位先生总出现在大河原先生的照片、朋友圈和视频里。然后这2位先生也是，这位先生2小时52，刚才那位先生2小时56，这位先生3小时30。哎，你看无锡马拉松今年的参赛服刚刚完赛。就出来跑步了，然后这位先生很快要参加一场半马的锦标赛。我们差不多是同龄人，我没听到您的年龄。我比你小3岁。小3岁，那基本就是同龄人。我们今天差不多的。争取能绕玄武湖一圈，再加湖心，是3个岛，对吗？对。3个岛。我昨天跟前天都只跑了几公里，今天，对，你们听我说话，今天感冒。基本没事了，所以应该不是流感，可能就是上呼吸道轻微的感染。第2公里5分32。小伙伴们，我们玄武湖一圈结束，一位先生已经回来了，但是我们有新的朋友加入。这位个儿最高的先生，去年大阪马拉松3小时08。09，没关系，就是08了。太开心了，开心，谢谢你们。一共还有100米，我们凑够12公里怎么样？我这是袁大都的衣服吗？是哈，红色。应该是的。回去看看认不认识，看看他们去认不认识。真的是袁大都的。你们的表到了是吗？我还差20米。我的也到了。好，最后1公里5分09，我们跑了12公里。哦，开心！哎，3月26号星期三，感冒没事了，应该就是轻微的上呼吸道感染，赛后的不是流感。和几位本地的朋友跑了玄武湖一圈，最后我们上了湖心岛，说要跑那个新型那个路线，结果失败了。大家平常都不来这儿跑那个路线，都不认识，特别有意思。现在回酒店了。嘿，小伙伴们，我们现在在南京林业大学。早上起来在玄武湖跑步的时候，一位朋友介绍的，林业大学里有2田径场，我们在这台地图上显示的是新田径场，没一个锻炼都没有，连走路的都没有，没有踢球的。现在是上午10点半，太阳暴晒。我们看看现在多少度啊？29度，可以吧？就2位兄弟跟那玩航模呢。来，为什么今儿来体育场了呢？
可以吧？这是第一次 Dragonfly 上脚，人生第一次 Dragonfly 上钉。我这是第一次拧钉，我就琢磨，你们说这个跑10000米的选手，场地10000米，赛前这鞋钉应该是很努力的去检查松紧，这万一跑到一半掉一个，其实掉一个也能坚持下来，但是咱不太懂。行，然后上工具，看这个，但是其实我不敢太使劲，因为它这个我感觉这外框其实也是，你不能说是塑料的吧，反正就是类似这种东西，太使劲是不是会拧裂呢？先试试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穿钉鞋，但是我好在开始跑步的时候比较早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厚底鞋，就是我大概有4年，对，整整4年的薄底鞋的经历，所以我倒还好对薄底鞋。2019年才开始真正穿上碳板鞋、厚底鞋。我记得刚穿上4%的时候，觉得每一步落地都踩在一个空的箱子上。小伙伴们，我的2代 Dragonfly 马上第一次上脚。有时候穿惯了厚底鞋，再一来这薄底鞋，穿的时候感觉还是挺微妙的，觉得好轻。但是现在你说穿薄底鞋跑马拉松，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做不到，也不是说跑不下来，可能成绩不会差太多。你看，我觉得对我这个段位的选手可能差5分钟，最多10分钟，但是呢，这30多公里之后脚肯定特别疼，对吧？肯定的。现在真的不习惯了，有时候训练中，你们看为什么我说我训练中有时候也不愿意穿慢跑鞋了，就是不习惯了。你现在再让我穿，别说慢跑鞋了，穿那个 ZoomX 的那个超级飞马，我都觉得可能不行了。人就有时候，不过最近也在看这中学生体测或者是运动会碳板鞋、钉鞋这种的观点，我也觉得小朋友可能不用那么太早的去接触。我手机都晒烫了，赶紧放到包里。哎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看这鞋，这是我第一次穿现代的钉鞋，这根本就不可能这样落地，也不可能全这样落地，就只能是这样，看没？但是跟腱这儿后边这儿不知道会不会磨啊？我觉得5000米不知道，回头可能得贴跟腱贴。还可开了 Pace Pro 的田径场模式，我们先慢跑2圈，然后再加速试试。哎，这个对小腿的要求挺高的，纯前脚掌落地。有时候人挺微妙，我不是赛前说左脚有伤吗？这次赛完以后，整个左腿的疲劳感会比右腿强得多。右腿现在已经没事了，左腿现在还会有轻微的不适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塑胶跑道旧了，这塑胶跑道挺旧的，有点硬，觉得。我们从200米起点那稍微加一点速，我不敢太使劲。200米起点，
3分40，哇，比想象的快。这个鞋的感觉跟公路跑完全不一样。公路跑3分40，我觉得我在冲刺了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很可以。现在4分0几的配速，就是你输出的功率还是那么大，所以呢，还是会觉得累，但是速度感和公路鞋的速度感完全不一样。就是在这儿跑3分40，和用普通的碳板鞋在路跑的时候跑3分50，或者3分45吧，差不太多。哎，已经找到点这个鞋的感觉了，就已经没有刚上脚那种奇怪的感觉了，而且完全没有薄底儿的不适感。挺带劲的。哎，今天特别热，这刚1公里，第1公里5分16平均，这汗已经往下流了。我们一会儿这一圈结束，我们来一圈，我稍微使点劲的400米，肯定是不会拼尽全力。有人也没辙，你看这健身场门口贴着自行车不能入内。我们来一圈400米，这儿开始，走。也稍微一蹬就3分40多。3分30，好快呀！我忘了摁几圈键了。可以，我们调整一圈，然后再来一个400米就结束。我一定想着摁几圈键。我要再冲一个400米。我们跑到100米终点的地方，再冲一个400米。这次摁几圈键。准备，走。
1分19。将近30度，体感应该是超过30度，然后逆风不敢使劲跑的一个，最后冲了一个400米，只跑了79秒，3分19的平均配速。这一圈虽然绝对的速度很慢，跟我比很慢，因为我们平常跑400米的晨跑还能跑到，我能跑到68秒极限，今天慢了11秒呢。但是马拉松赛后我不太敢使劲发力，尤其是拐弯的时候，我怕有拉伤。但是这个鞋明显的感觉有那种对我来说能悠起来的感觉，就我脑子里那个画面可能是穿运动员的那个黄金联赛那画面，但是其实肯定还是不行。最后一圈的步频是211，步幅1.43米，步频还是太高了，心率175。行，这双鞋可以，这双鞋在我的感觉上就是跟腱那儿要贴东西，要贴保护贴，要不然5公里应该是。5公里可能能顶下来，10公里应该会磨脚的，就是我左脚感觉会有点挤，也可能是因为这2天，因为今天早上晨跑了，然后在疲劳状态，可能脚有些比平常会有些肿。这鞋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穿一个薄袜子参赛，它的包裹性特别的好，会前后会有一点空隙，左右的包裹特别好。行吧。今天我们算是半水一期，但是这是我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，我要参加场地赛了。我看看我的场地赛能不能把5公里跑到16分，争取16分45，怎么样？咱们定一个小目标，16分45场地赛，看看能不能最近报上名，给这双鞋一点儿，不是给这双鞋，这双鞋给我点幸运加持吧。